什么人来杀你的？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呀。老板，您看，咱这雪乐山庄开了都快5年了，现在这连客房都在漏风。您看，您要不要花些银子把这客栈给修整一下？这样还……你懂什么呀？我萧瑟的客栈，要的就是风雅二字。咱们雪落山庄，背靠青山，面朝历史。要是房间再多些颓败之感，那就更显风雅。这正是旅途中人所热衷的感觉。那是什么感觉？自然是在路上的感觉。在路上的感觉，那是什么感觉呀？等等，老板不会想把客栈给卖了吧？这大雪都下了好几个月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马上连工钱都发不出来了，等这客栈一卖，咱哥俩没钱没地方，岂不是沦落街头？哎，来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咱这客栈白送给人家，人家都觉得破。这再说了，这老板的境界，岂能是我们这一介俗人所能懂的？你看，雪下这么大，咱们能看到的，就是一片白茫茫。这老板呀，他能看出来意境，这就叫做文人骚客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准备吟诗了。生意不景气啊，要不还是把客栈卖了吧。来客人了。哎，这个人连棉袄都穿不起，看上去不像是有钱住店的样子。你看清楚，他穿的这身衣服红得很特别。这样的料子，除了天启城玉秀坊这样的大铺子，否则要进一批量，都得把整个店铺卖了才行。接客。好嘞。
这位客官打尖还是住店？就是这儿了。这个家伙，看上去就让人讨厌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不过看他的穿着打扮，定是江湖中大家族出门历练的子弟，一定很有钱。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这种客官最是爱摆阔，是时候大赚一笔了。一碗阳春面，一碗老糟烧。啊？怎么了？您还要不要点点别的？小店的梅花肉、桃花酿都是招牌。梅花肉啊，来一份梅花肉，定然是不行的。哎，不如你切一块在那阳春面当中吧。啊，一碗阳春面，一个老糟烧，6个铜板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有人从寒水寺运来一件重宝，要去九龙门。哎，知道，江湖上的传遍了，据说谁能得到那重宝，就能号令天下。我怎么听说那重宝是一门绝世武功啊？明明是一个绝世美女。拉倒吧，寒水寺能出美女？那是老大说的。哎呀，几位客官里边坐。起开！又是一帮没礼貌又没油水的家伙。客官，客官，拿最好的、最贵的肉来。哼，你这几位客官，本店规矩，先收钱再上菜，所以各位到底是要几斤肉、几两酒，还是提前说好？你是谁啊？在下萧四，是这雪落山庄的老板。哼，我没钱，哦，但是你一定有钱。实不相瞒，本店已经1个月没开张了，现在连工钱都开不出。哼，我不管，就算你没钱，你身上这件裘皮大衣怎么也值110两银子。胡说！五花马，千金裘。我这身袍子，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便做了3个月，运便运了1个月，110两，买我个袖子都不够。哼！我说你小子，到底听没听懂我说话？2两银子。什么2两银子？我说这桌子，2两银子。你小子，老子今天是来打劫的，不是来打奸的。给我来上好的酒，上好的肉，再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的人，烧了你的店。打劫啊！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了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大恩不言谢，拔刀相助。那当然，哎，要不是我，那帮大汉早就砸了你的店，搞不好你们连命都没了。这难道不是大恩？你看看我这店，跟被砸了有什么两样？100两。我没钱。那再怎么说，我也算救了你们的命。你这样也太……需要你来救。这功夫，100两。我真没钱。没钱？但我马上就会有钱的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了那地方便会有钱。什么地方？雪月城。雪月城？嗯。雪
月城被尊为江湖第一城，其实是几大世家门派组成的联盟。江南霹雳堂就是其中之一。要想拿回该拿回的东西，雪月城也是我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个少年真的是去雪月城，那么以他的身份，从雪月城中拿出100两银子，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这个家伙似乎并不像在骗人，毕竟他怎么看，除了武功高强以外，简直就是一个傻子。可以，你去雪月城，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啊，完全没问题。还有啊，利息就算你500两吧。啊，500两。也是好多年没出去了。雪月城的几位城主，我们也该见面，聊一聊当年的事。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消的。还好我的马是千里挑一的神骏，不然咱们都得被这场雪给埋了。不，你这一路都在说你的马好，你是卖马的吗？少废话，进去生个火。装模作样。哦，哼，哎，刚刚有人生过火呀。哦，太好了，这下方便了，我还怕那柴胡太师怎么都点不着呢。莫非只是2个寻常的赶路人？快点！刘杰，哎，你说带我去雪月城，可这一路上你已经走错2次方向了。你确定这次路是对的？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去雪月城，不过我发誓，这次一定是对的。他姓雷，莫非来自江南霹雳堂雷家？可是雷无杰这个名字，却从没听人说过。你属狗的吗？闻什么呢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是花香，蔷薇之香。蔷薇？这个天气会有蔷薇啊？这是蔷薇露的味道。蔷薇露出大邑、占城、爪哇，并且只有天启城的百花阁才有的卖。这儿怎么会有？想不到在此荒郊之地，还能遇到能识风雅之人。我苦求百花阁主多日，他才卖给了我这一瓶，却一下就被你闻了出来。风高月冷，姑娘要进来坐坐吗？不必了。这是月姬笑送帖，明侯怒杀人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对了？他们2人就是月姬和明侯，杀手榜上位列第9。除了霸占杀手榜上前8席的暗河组织之外，绝对是江湖上最厉害的杀人王组合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他们送了我们帖子，岂不就是要杀我们呀？你兴奋个什么劲儿？其实帖子是送给里面另一位朋友的，只不过我们的规矩就是接了帖子的都得死。所以今夜2位的命就都一同留在这儿吧。什么人的刀你都敢接，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玩的？你不是也会功夫吗？你怎么不去打呀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武功了？不是，
你在那客栈，你一挥手，门窗都齐刷刷的关上了。傻子，这世上除了武功，还有一种技术叫激光，需要你来救。啊，这也行？这位大哥，你在后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刚才有人偷偷溜进去了。我想那明侯月姬也只是不想被人渔翁得利罢了。啊！哇！走吧。怎么了？咱们不是要找雪月城吗？如今雪月城大弟子就在眼前，不跟着他，跟着你下火。对啊，哎。你想做什么？听声音准没错，纯金的。纯金的？纯金的又如何？值大钱了。掐！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我不是相信你，我只相信他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的判断，毕竟这家伙除了武功好点，就没有脑子。骗人这种事，他确实干不出来。那你呢？我把我最好的2匹夜北马拿来给你拉货，你还不信我？师兄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马贩子。这一路上除了听他夸他马好以外，就没听过他说别的话。雷兄弟，你暂时没有拜入师门，师兄这2字，我想你可以不用叫得这么着急。哎，好的，师兄。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棺材里装的是什么？师尊并没有告诉我，他只是让我把它运到碧罗城的九龙门。另外，和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千万不要试图打开这具棺材。掐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对这棺材更感兴趣了。千万不要对它感兴趣。我这一路上遇了10几波杀手，那么多人对里面的东西感兴趣，拥有它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你这一身的伤是那些杀手？只是月姬和明侯，其他的不过是一些……其实关于这黄金棺材的传闻，我倒是听过一些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别这样看着我呀！这种传闻已经在江湖上传开了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大致就是有人从寒水寺运送黄金棺材去边境，棺材里装着的是数不尽的财富，还有足以称霸江湖的武功秘籍。你相信？原本我不信，直到我后来发现，运送这黄金棺材的竟然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。那又如何？其实像这种传闻能传遍江湖啊，自然是有人背后推波助澜。不过像明侯月姬这样的杀手，显然是做不到的。相信你也听说了，几个月前寒水寺忘忧大师的事情。我猜这棺材内8成就是忘忧大师的尸首。只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得到它？你究竟是谁？我只是一个消息比较灵通的客栈老板。所以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直奔九龙门吗？三顾城美人庄。阁下或许弄错了。现在美人庄内最重要的事情，乃是在下的赌局。若阁下不感兴趣，便请移步吧。赌局？生死局。
我是一名剑客，掌握我生死的只有剑，而不是几个头子。不过今晚我倒是有兴趣陪二位玩玩这个游戏。如果二位赢了，我就再给二位1夜的时间去逃。看来你真的很自信。自不自信的，赌博就知道了。隔空取物，这种江湖术士的小把戏你也用？怎么？过来呀！你们雪月城的人脑子里面除了打打杀杀就没别的事了。一局定输赢，你们赢了我走，我赢了把东西留下。听上去倒是很公平。我曾经在天启城的千金台，连着跟人赌了3天3夜，最后还赢下一座城池，你可相信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公子既然能赢下一座城，那么556没到。所以你们这些江湖人啊，就是没有情趣。所谓赌局，最好玩的乃是一个“赌”字。可若是提前就把结果都料到了，那这赌局还有什么意义？那你说，压什么？我赌556。到。你，好，压定离手。不好，碎空石，中招的人外表毫无伤痕，5脏6腑却会被全部震碎。这头中里的头子恐怕已经……当然不好。既然是赌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子要改吗？改。所谓赌局必胜之法，就是相信自己会赢。只要坚信自己会赢，那就一定会赢。开。556。公子好功夫。不才不才，一个小戏法罢了。我可不会武功。不会武功，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。公子不会武功，还是不要趟这滩浑水的好。阁下难道是要反悔？我说过我不会杀你们，但是我的伙伴们不同，他们可没有我这么大的耐心。我们也有一个同伴，虽然他脑子不大好使，不过手上功夫不错。你的同伴未必能占得到便宜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定然不会这么说。天外天，白发仙。天外天，若是在12年前，这确实是一个镇得住的名字。你是谁？你怎认得我？知道你们的人不多，但总归有人知道。驾！我只是个小客栈的老板，同外面那个雷门的小兄弟一同去雪月城办点事情。这位是美人庄天女蕊，此次他们2人与我同行。那你的师弟为什么会躺在黄金棺材里啊？这黄金棺材乃寒水寺镇寺之宝，
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。压制？我师弟修习罗刹堂32秘术，大觉师傅觉得师弟十分危险，故要求以黄金棺材为压制来护送。传闻罗刹堂的秘术，习得任意一门便能身具神游。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全。忘忧大师是昔日的禅道大宗，他为何会允许无心师弟修炼这秘术？这些就得从忘忧大师本人说起了。忘忧大师习得佛门6通，其中以他心通最为不凡。传闻去寒水寺参拜的香客，只需注视忘忧一眼，无需言语，自省心中罪恶。这么厉害，都不用说话的。他心通修炼至极致，能一眼看透人的内心，改变人的内心，是以佛法度人。不过就在几个月前，忘忧大师却忽然圆寂了。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圆寂之后，尸体倒地为尘，瞬间灰飞烟灭。传言并没有错。为何突然圆寂了呀？还是江湖传言，忘忧大师是被人逼至极致，忧思而死。这位兄弟知道的很多。是的，有人一直在逼师傅交出师弟，因为我这师弟也曾展露过师傅那窥探人心之法。他练的是心魔隐。心魔隐，这又是什么武功？我从未听说过。他心通窥人心，悟其道。可心魔隐这门武功，窥的不是人心，而是心魔。若是我没猜错，你这师弟无法正常修习佛法，所以忘忧大师安排他去罗刹堂修炼秘术。如今那32门秘术，只存在于无心一人身上，又是这般厉害，难怪会引来这么多人的争斗。大觉师傅想用伏魔神通消除无心身上的禁术，这岂不是要废了他？可据我所知，无心师弟在接到消息之后，便运用归西之术躺入了棺材中，并无反抗。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，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。魔教？行了，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，对你们没好处。他说的没错。你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！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。看好无心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行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，真是太好了。师弟，小子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好啊，祝你好运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有看见他的轻功吗？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们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尺男儿，需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
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，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。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哎呦，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雷门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，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老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吧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，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2位小友，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2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2人？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2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2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轻功！攻城，还你了。
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哎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夯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续声笨货。我乐意喊夯，夯货。哎，笨货，那个真念笨。我就念夯，夯货。笨货，夯货。你怎么那么护着我？善哉，善哉。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在下方才不是说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二位陪行。疗伤之事，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位大师，你武功这般神乎其技，去什么地方非要我二人不可？而且，你是雪月城要押往九龙门的人，我身后这位就是雪月城弟子，要我们同行，不怕我们抓你回去？在下斗胆问二位一个问题：方才在马车之上，说起来，也算是在下救了二位，现在只此一个小小的请求，都不能应允吗？唉，还真是令在下心寒。我陪你去。哦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。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但当你了却心愿之后，我还是会把你抓回去的。好啊，到时我便等你来抓。只要你有这个能耐的话。既然二位决定与我同行，那我们便是同伴，所以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不知二位姓名？我叫雷无节。萧瑟。都是好名字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，非要让我二人同行？以你的神通，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？问得好。因为我没钱。出门在外没钱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哎，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一车人里，就属他最有钱了。这一身球衣，光是这袖子就是100两。闭嘴！我要是不给呢？难不成你还要抢？唉，我这千金球是天启城玉绣坊定制的，光做就做了3个月，防风隔热。防风隔热，冬暖夏凉，我这耳朵都听起茧了。哎呀，咱们要是没钱，你别说租匹马了，连饭都吃不饱啊。那你就不会？是啊，肖老板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你就莫要再迟疑，该放手就放手吧。啊，你们2个是？哎呀，走吧。放开！别犹豫了，就在前面呢啊！老板，再来个肘子。不行，就10两银子。那钱财乃是身外之物。闭嘴！咱们现在可就10两银子，吃了这顿，很可能就没有下顿。肖老板，及时行乐呀！你也一样，若是之后实在没钱了，就只能靠你去化缘了。那个，我能再加一份梅花肉吗？当然不行。肖老板，这一路奔波，雷兄弟可最受累了。你也不希望他饿到像刚刚那般浑身无力吧？行吧，最后一份。好。我去那边点。肖老板可是有事要问我？我的10两银子在你身上，除去这顿饭钱，你应该把剩余的上交。哎呀，
肖老板还是这般心细啊。至于你，为什么要去大梵音寺？自然是有我想见之人。大梵音寺十分有名，相传魔教当年东征之时，魔教教主叶鼎之曾专程前往大梵音寺求问天道之事。肖老板了解的倒是清楚，又不是什么江湖隐秘。你这么想去大梵音寺，不会也是要问什么天道吧？只是去做一件事罢了。什么事？不急，到时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你想做一件事，跑这么远去找一个人，说明这个人跟你关系匪浅。算是吧。说起来，我应该叫他一声叔叔。都是上一辈的一些恩怨罢了。小子，要不咱们租匹马吧？现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住处啊？银子都被你吃光了，哪有钱租马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就不错，我们3个人租一间房凑合一下，也够了。对啊，小子，咱们回去吧，要不？像那样的客栈，最次的一个下房也要3两银子，没床没窗，只能草打地铺。晚上闷热潮湿，蚊虫叮咬，你们俩受得了吗？哎，其实我就是做这行的，客栈这门买卖比你们想的水深。又省一笔。长弓追忆，百鬼夜行。你以前听的都是英雄故事，但是长弓追忆、百鬼夜行不同，他们是马贼。马贼？无锡你不简单啊，连这马贼都对你感兴趣。这么多人，不管了，冲出去再说。看样子，他们不打算杀人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然是……小子无心，你们快！你小心点，咱们现在可是在长弓追忆、百鬼夜行的营寨中，稍不留神，别说救雷无节了，咱们俩得撂在这儿。话说，咱们也不知道这儿有多少的高手，就你我2人，我又不会武功，你打算怎么救人？走一步算一步呗，总会想到办法的。不过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先抓个舌头，好问一问雷无节到底被关在哪儿了。真开心呐！吃饱喝足，咱们去看星星。好，舌头来了。罪过，罪过。什么时候想回答我的问题？告诉我一声，我拉你上来。你不是会心魔引吗？怎么不用啊？累。你真是在寒水寺长大的？不是寒水寺，还能是哪里人？你身上有罗刹堂的武功秘诀，这的确会引起江湖人窥伺，但还不至于让无双城这样的势力大动干戈，更别说是天外天了。12年前，天外天战败，与中原各大派签下锁山河之约，为期12年。12年之内，天外天的任何人不准踏入背离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年还有一个5岁的质子
其实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你们总觉得我是什么大人物，但其实我不过是寒水寺里一个有些顽劣的小弟子罢了。抱歉，是我唐突了。吴昕，什么？你要是再不拉他上来，他就死定了。糟了！高僧饶命！高僧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好了，告诉我吧，你们今天上午抓的人被关在什么地方？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别！我知道，我突然知道了，凡是被绑的肉片，都关进地牢里了。你们这长空追忆、百鬼夜行，都有多少高手啊？什么境界？我们这儿武功最高的就是大当家的，不过前2天寨里来了一个人，我看应该是个高手，大当家对他相当的尊敬，还称呼他为公子。公子。刘杰，刘杰，小子，我在这儿。钥匙。我就知道你们俩会来救我。你喝酒了？哦，对，刚有个兄弟去关在我隔壁，就是他给的我酒。我还说把他救出来来着，他就被人给带走了。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在牢里还有酒喝。这酒，天际上雕楼小筑的秋露白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人喝这么名贵的酒？不过他这酒是怎么来的？对啊，他为什么会有酒呢？难道是？好了，不提他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行动。我就知道，以你的神通，若是白天出手相助，这小夯货绝不会被抓了。你放任他被抓走，晚上又来救他，一定是另有所谋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奇怪了，于氏虽然不大，可同北离之间也有通商，虽不说客商络绎不绝，但也不至如此景象啊。是啊，我们这都行了大半日了，连一个人都没见到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于师出了什么大变故？这我也没听说呀。会不会是官道改道了？你个小夯货，你当官道是河道？说改就改。哪个叫笨货？行了，咱们也别瞎走，这分明就是迷路了。和尚，你不会也不认识路吧？我看过地图啊，
这附近的路只有鱼市官道这一条，跟着路走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哪里是官道？这分明就是人踩出来的野路，地图上又怎会有标记？这就是你带的路。问世之不参涅盘堂里禅者，南湖岂不皆路矣？少拽文了你。凡夫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之，则为迷。哎，前面有客栈，去问问不就行了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还说我们没走错？这分明就是一家北离的客栈。我们这是绕了回头路。路可能走错了，但方向肯定没错。我们一路往西，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是师父。真是见了鬼了！杀！谁？什么人来杀你？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。
萧瑟，这地方太破，根本就没法住人啊！眼见就要天黑了，不如我们今晚就打扫一下，在这里歇歇。啊？你刚刚不是跟我说这客栈出现了突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让我们赶紧上路吗？我改主意了。萧瑟，你说呢？我没意见。嗯。就知道你没睡。白天那个记号是江湖白晓生的吧？你是他的弟子，算是吧。怪不得你知道这么多江湖的事。我叫老和尚倒是跟我说过，白晓生的确有个姓萧的弟子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肖老板，记得天亮之前要回来哟。真记仇啊！师父。你要去雪月城？是。你可知道，你要是入了雪月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听说，你是为了500两银子。师父不愧是人称白晓生，这都查得到。只是为了500两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都是大事。哦，是500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雪月城还得起？他们还不起，不过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帮我去讨这笔银子。他们的确会很乐意，不光是他们，任何一个江湖大势力都很乐意帮你去讨这500两银子。只不过，能拿到这笔银子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我知道，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呢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是吗？剑仙出手都没能取我性命。你不用试探了。那日废了你的武功，又将我重伤的人是谁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可是怒剑仙严战天，难道是孤剑仙骆青阳？你别猜了，有些事情决定了放下，就别再想拾起来了。不就是500两银子吗？和性命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自己掂量吧。看来师父是真的不看好我了。那师父觉得，这500两银子谁能拿到？白王萧崇，赤王萧雨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
在师傅眼中，武功就这么重要？你知道我说的并不是武功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怎么了？唉，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，此六者，君上之弊也。师傅，该您落子了。传给你了。我的武功尽废了，还要这无极棍有什么用？讨账的路不好走，你留着当拐棍用吧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还有一事不明，请师傅指教。说吧。弟子要去鱼师，路该怎么走？你迷路了？是啊。师傅，这不好笑。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带着那两个小子来这里找死。找死？这里向西30里有一座城。什么城？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、南雪月、东无双、西木梁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木梁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让木梁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这个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青阳。孤剑仙洛青阳。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青阳独坐木梁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9颗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世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青阳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不是你，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梁城内就只有洛青阳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洛青阳剑仙的名头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洛青阳的武功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杰，刘杰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。看看，打雷了？这也不像是要下雨啊。那是雷无杰去的方向。难道是他在与人争斗？这小夯货，打个水都能打出事端来。这地方人迹罕至的，想不到雷无杰还能遇上逼得他用霹雳子的对手。他们的位置在移动，看这情形，是往木梁城的方向去了。木梁城，孤剑仙。喂，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他？我不去。
说什么？那小憨货没那么容易被干掉，兴许脱身了，一会就找回来了。话虽如此，可他们是往木良城的方向去了。万一惹到孤剑仙，他不是想去见孤剑仙吗？万一碰到了，正好入他的愿。你有心事。从昨晚回来之后，你便有些不对劲。总之要去你自己去。小憨货说要帮你，我可没答应。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分开，对我来讲也挺好的。你害怕了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拉着我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干什么？刘杰不是你的同伴吗？不过是萍水相逢，点头之交罢了。他是死是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自小聪颖过人，13岁武功便入了自在地境。那时我很兴奋，追着老和尚问，我算不算是这一辈当中的第一天才？老和尚被我问烦了，最后说，北离有一个人，同样也是13岁，入了自在地境，17岁便入了逍遥天境。他当得上天下第一天才之名，他便是江湖白晓生的弟子，北离六皇子萧楚河。之后不久，便发生了琅琊王一案。天启4守护中的李新月身死，他的女儿李寒英剑指当朝天子，江湖震动。据说萧楚河在天启城中跪了3天3夜，为琅琊王求情，最后却惨遭牵连，贬为庶人。那时我便觉得，这个萧楚河虽身在皇家，却是出人意料的有情有义，是个可以结交的朋友。原本我以为你就是萧楚河。你少装出一副得道高师的样子。你喜欢讲故事是吧？那我也给你讲一个。12年前魔教东征最后一战，北离各大派围攻魔教教主叶鼎之，最终叶鼎之战败，自居而亡。可笑的是，出卖叶鼎之消息的，正是他的至交好友王仁孙。在我看来，叶鼎之妄称天下第一高手，竟死于自己好友的手中，愚蠢至极。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今日不用武功，会给你个教训。我警告你！你疯了！撕了你这张臭嘴！你疯了！好圣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。此六者，君上之必也。是我错了。今天这里没有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也没有什么萧楚河，我只是寒水寺的无心。不管怎么样，刘杰是因为我才来到这里的，我得去把他带回来。
而你，也只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有本事单打独斗，3打1算什么本事啊？臭小子，少废话，说谁派你来的？要杀便杀，小爷我眨一下眼睛都不算英雄好汉。这几个人的兵器，似乎是男爵之人的把绳子给我解开，小爷我一个一个陪你们打到天黑。男爵太子身边的侍卫，傅恒星，此人出现在这里必有特殊目的。这小子大概是无意间撞破了什么。吴邪怎么还没来？给他点颜色尝尝。哎，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刀下留人！萧瑟，是你？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家殿下至今还十分懊恼，当年在天启城千金台输给你一座城池的事情。年轻时的荒唐是吧？既然你出现在这里，怕是对我们的事情知道不少吧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是都知道了，才带人来拦截我们，真是神机妙算啊！可不是我神机妙算，毕竟在这北夷之内，什么事瞒得过那夷？你是奉命来的？我只是传个话，希望你们回去告知你们殿下，有些信采不得。我差点被你唬住。何出此言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被贬出天启城了。你们的情报不假，不过这天启城的水，比你们想象的要深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好，我愿意一试。哎，出手啊！你只会躲吗？想不到昔日的天下第一天才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，真是可悲啊！受死吧！萧瑟！不信，还不快走！什么时候到的？就在你刚刚和那人对峙的时候。既然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本来是想出手的，后来看你聊起年少的荒唐事，觉得有趣，就多看了一会儿。哎，那个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？萧瑟，你跟刚才那个人认识啊？我听你们俩说话，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不明白啊？听他的意思，你之前还在天启城做过官呢，后来又被罢官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有个弟弟，怎么回事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刚才明明能解决他们3个，为什么不出手？哎，怎么能妄动杀念？他们要是发现被骗了，一定会追回来。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说得对，我们还是快去鱼师国吧。哎，你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呀？灵君，他到哪儿了？师傅，探子回报，前些日子他从美人庄里逃脱，路上遭遇了西域最凶狠的马贼。后来他制造了一场混乱，就不知去向了。他应该是正在来这儿的路上。
但是说下去，他却不是一个人。唐莲也在，竟然被说服了。不是唐莲，是2个少年，一个身着红衣，一个是客栈的老板。不过暂时还不确定他们的身份。师傅，您是怎么料到他会来这儿的？他要来这里找一个人。哇！吴昕啊，你要来这鱼师国，没钱的话，我萧瑟可以借你，大不了以后加倍奉还就是。若实在没有钱，武功秘籍拿来充数也不是不行。不过你若是不认识路的话，那我就爱莫能助了。如果我2人是认路的人，就不会遇到你。 别看了，他不是和尚，带不了你去大梵音寺。嚯，这人海量啊！这壶酒在我们雪落山庄也能值个3、2两银子。3、2两银子，那得买多少老糟烧？ 高手啊！愣着干什么？追啊！你干嘛？打，就知道打！你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锦仙要是有杀你之心，你已经死了。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哦，对了，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突然就走了？我怎么知道？ 你静的跟狐狸一样，你还能有不知道的吗？可能是看见你那不要命的一拳吓着我，觉得不是对手跑路了呗。我倒是希望是这样。我说刘杰，你有没有发现这家伙每次走的时候，都没想带上咱们呀？好像是这样。那咱们俩这所谓的人质，干嘛赖着不走呢？也是啊，那直接去找大师兄吧。 2位仁兄怎么还不跟上？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得坐几匹马，我可没带钱啊。这家伙真邪门。吴昕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 这就能吃了？嗯，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昕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 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呢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。 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鱼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
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一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石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？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，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。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昕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，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，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有九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2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有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为何偏偏挑上我们2人？我们俩本来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对啊，你要是需要人手，你去天外天找高手不就好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因为一个穿着千金裘，一个穿着凤凰火，看着就很有钱。啊，你这人啊，就像是舌根底下藏了1000句谎话，随时都要蹦出来似的。这一点你们俩都是一样的。闭嘴。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的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你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起得这么随意？不是，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。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夯货。啊！我没有找错人。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吴昕，我最后一次提醒你，这次法事势必会惊动整个云市，到时候会有很多高手赶来，你有信心吗？那又如何？老和尚已经不在了，谁能管得了我？
小僧，那是什么呀？难不成是舍利？舍利？有些高僧在作画之后，身体里留有珍珠般不溶不灭的物体，俗称舍利，是佛家圣物。